当时接到剧本的时候，庄如影这个角色，它吸引你的点？庄如影这个人物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个比如说关心或者类似这种权谋，对我来说都没涉猎过，我就愿意去通过角色去感受。这次您选择这部古装剧，是否有您自己在看剧本的时候一些选择的标准在？我没看剧本就选择了呀。啊，是吗？我就要打卡郑晓龙啊，就是在郑晓龙的作品中。对，就是一个做演员的一个或者小粉丝心态吧。您觉得《藏海传》最大的看点吧？导演的创作，然后男女主角投入的表演，我觉得都是亮点。我觉得我做得还 OK， 还能够交得出一份答卷吧。通常我们的2位男女主青年演员有带给您怎样的惊喜？刚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这个男主就是由肖战来饰演吗？他就是第一人选。拿到这个剧本，我们就觉得这个人物和他的契合度比较高，真的不是因为他是顶流才考虑他。我觉得外界对他是有非常大的刻板印象，主要来源于所谓的顶流的这个标签。我在跟他合作之后，我完全能明白这些粉丝为什么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投入的人，而且他有他自己非常倔强的一面，他很钻研。比如说今天跟你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我昨天拍的那场戏，是不是我给的情绪还是少了？我还应该再多一点。张静怡其实我觉得这个戏里头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突破，他的内心是有那个小女孩那种娇憨和古灵精怪的那个东西。当你跟他熟了之后，你就会看到那一面。那小龙导演他的身上有哪些是让我们去欣赏的？他其实追求的点是你要自然，你要像真正的生活。虽然你是古代，虽然你是一个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朝代的这么一个设定。曹一文导演他是比较年轻哈，90后的导演，他是非常知道我这场戏要什么不要什么，所以说他会给到演员非常明确的信息，所以演员就会演得非常清楚。你有没有看到过，其实现在很多的文旅局啊，包括一些社交媒体，他们都会甚至会跟着比如说《藏海传》的古建筑实景去旅行，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新闻？文旅和文化产业本身它连接是非常紧密的，包括我们在横店拍戏的时候，你也能看得到横店这些影视城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会有大量的游客涌入，他们都会穿上租来的这种古装的衣服给自己扮上，它是一个能促进旅游的一个很重要的吸引点，我觉得。那我们其实做电视剧，尤其是古装剧，它会有很多中国的古代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很愿意加入进来，而且它确实是我们老祖宗的留下来的东西，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是好事嘛。